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这一期当然是要跟大家分享一道好料，这个真的好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冬菜蒸肉饼？我应该有在直播有做过的。那这一期呢，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用大头菜来蒸肉饼，然后它的口感会比较好，因为我有加料，等下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花肉马蹄、大头菜、木耳、小葱。首先我们准备猪肉的花肉的部分，是猪身上肥瘦相间的部位，肉质柔嫩多汁，非常适合用来制作蒸肉饼等菜肴。其次再来大头菜，不用到很多，准备3人的分量，刚刚好就好了。接着2颗马蹄，马蹄拥有很好的去凉效果。来看看更详细的做法。这个大头菜蒸肉饼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先把那个大头菜给泡掉啊，因为它是咸的嘛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泡掉。中间有时间我们再来准备其他的材料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做法先。大头菜呢，去超市买就可以了，我这里大概是50克。先来把大头菜清洗一遍。清洗大头菜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表面的污垢、杂质和农药残留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放入碗中，加入清水。好，清洗之后把大头菜泡在清水里面，泡大概30分钟。OK， 浸泡30分钟后，把大头菜拿出来，然后挤干水分备用，多挤几下，并放在案板上。先把大头菜给修一修，然后再切成片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烹饪时更容易均匀的加热和入味，方便后续操作。切片之后再切成条状。切成条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菜品的需求和口感，使得菜品更加丰富多样，满足不同菜品的需求。好了，像这样子很容易就可以把大头菜切成小颗粒了。切好之后把大头菜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是黑木耳，先把黑木耳切成幼幼的丝丝状，同样的把黑木耳切成小颗粒。切好之后就放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粒的马蹄，如果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再多加1粒。把马蹄去皮，因为马蹄的皮有点硬，提前去皮方便食用。同样的把马蹄切片，再接着切条，方便后续操作。然后再切成小颗粒。切好之后就放入碗中备用。准备大约250克的花肉，如果是要好切的话，可以先把它冷冻了再切。同样的方式，先把花肉切片，然后再切条。切条是为了方便下一步操作，才切成粒。好了，切到像这样子，不要太小的颗粒就 OK 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肉给剁一剁，不要剁太过碎，剁到像这样子，看起来还有一些颗粒感就 OK 了。切好之后就放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把剁好的肉放到一个盆里面，然后把全部切好的材料都倒进来。大头菜呢，我只放了1半进来，这里的分量可以做成2份。把黑木耳和马蹄也放进来。下一步可以来调味，加入少许的盐和白糖来提升肉的鲜味。建议大家可以用手来搅拌，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肉是比较干还是比较水。如果是感觉到那个肉太过干的话，可以加少许的水进来，不要一次过加太多，一点一点的加。好，这个时候可以加少许的薯粉进来。加薯粉呢，是为了要让那个肉更加的滑嫩，使得肉碎更加饱满，口感更加湿润，避免菜品过于干燥，可以减缓这种收缩。搅拌几下之后，你感觉到那个肉不会太干，也不会太水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加少许的香油进来搅拌均匀。香油具有独特的香味，加入适量的香油可以为肉碎增添一种特殊的香气，能够增加菜品的口感，使得肉碎更加丰满、润滑，口感更加鲜美。适量的香油能够使菜品表面呈现出亮泽的外观，增加视觉上的诱惑力。好了，就是要像这样子，不会太过黏，也不会太过水。你们看看这样就对了，差不多这样，不会太湿也不会太干，刚刚好这样。下一步来准备一个碟子，然后把肉放进来摊开，将肉碎摊开可以使其更加均匀的受热，从而确保整个肉块可以均匀煮熟，使其形成整齐的外形，有利于增加菜品的视觉吸引力，使肉块更快的烹饪。在蒸之前可以用筷子弄上几个洞，就这样弄几个洞就好，这样在蒸肉时可以让蒸汽流通。然后准备一个蒸炉，等水开了才放进去蒸 OK。
然后这个大头菜我没有放完，是因为太多了，这个还可以蒸多一份。用大火蒸15至20分钟左右，大火可以快速加热蒸汽，使得食材迅速达到适宜的温度。相对较短的蒸煮时间可以减少食材的营养流失，保持食材的口感和质地。好了，非常简单又美味的一道大头菜蒸肉饼完成。好了，非常简单的就完成了一碟大头菜蒸肉饼。OK， 你们看啊，一开始刚才我刚蒸出来的时候，旁边是有一些水分的，这个是正常的，过后会慢慢吸收回去。来试一下，那个熟度刚刚好，非常漂亮。试一下，当你在咬那个肉的时候，你同时也会咬到那个马蹄那个还有那个木耳，整个很有口感，非常好吃。就算你不配饭，你拿来这样吃都 OK， 它给我的感觉不会很腻，拿来配饭或配粥吃当然也是 OK 的，非常棒，口感香甜，肉嫩多汁，营养丰富，是很多人喜爱的美食之一。口感香甜，不仅简单易做，而且口感独特，适合作为正餐的主菜或者下饭菜，都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家常菜，而且口感独特，适合全家人一起享用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